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好，我们这次又要一起游大陆，这次是去西安，我们礼堂的老家。这一次飞行时间非常的长，我们今天呢现在人正在桃机哦，预计到先飞上海浦东，再转机到西安的咸阳机场。据目前了解，降落时间是将近7点，所以这一趟大概率整个交通时间几乎快要接近12个小时。那这一趟啊，最期待说能够探访1000年的历史古都之外，我们会去看很多的历史名胜古迹。所以呢，一起游西安，出发！我们这一次完成了有史以来最长的飞行，这次飞行时间比去成都还要长。这是第一次来到西安，以前有直航，现在没有直航，所以差距还是蛮大的。但是西安是让我非常值得等待。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安了，第一餐呢一定要吃西安菜之香菜。然后我们今天旁边有一个也是我们台湾的老乡美女小姐姐。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我是在西安待了10几年的台湾女生。今天都是香菜，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融合了陕西特色了，所以就不辣了，对吧？哦，不辣，但是香的好吃。我觉得你应该要吃这个吧，这看起来比较像香菜。这个好吃。辣吗？不辣。这酸菜鱼是我最爱的四川菜。所以你现在是来陕西吃四川菜？主要最关心它辣不辣？那肯定不辣，但是说很好吃。我发现香菜也都非常好吃。他太太非常能干，怎么说？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嘛，我们去唱 KTV， 然后大家就爱灌，一个人就把大家都搞死。陕西女生也是很能喝的，她很厉害，她对她老公百依百顺，转身的时候对我们吆喝哦，真那个瞬间。但是听说我们不在的话，她就对她老公就不是切换自如。西北女子还是比较刚烈一点，非常厉害。后来就说他们结婚了，就嫁到西安来，但是那时候因为两岸交通没有那么顺，你们会可能不知道西安，都不知道在哪，资讯不发达。我们学历史只是在课本上看见，就会联想到西安，都觉得大家穿古装，好像都还在清朝的感觉。但事实上，西安是一个非常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就很多人没有亲自过来看过，可能他的观念还停留在什么兵马俑啊，什么黄土高坡啊，会觉得我们是骑骆驼上班啊。骑骆驼太 over 了一点。我跟你讲不夸张，而且他们都以为这里有沙尘暴啊，其实早都没有大漠。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个，中国大陆是联合国认证世界绿化做得最好的国家，他们快被消灭，那就是所谓的山北防护理工程，所以大家一定要更正这个观念，不要老是来到大陆说大陆就是沙尘暴，错，台湾的移动污染源汽机车就是最主要的，另外工厂乱排，台湾自己锅自己要背，不能老是每天在那边黑中国大陆，真的是很不公平。看到骊山，你就会感觉大秦王朝的奏乐开响了，大唐王朝开演。今天竟然来到了号称13朝古都啊，西安。那为什么历史课来这里呢？也很简单啊，大家也知道历史课呢是晋江李氏，晋江李氏的源流呢是唐朝李渊，那这里呢相当于是我们祖上扩过的地方，作为一个皇室的后代嘛，对吧？好，现在虽然沦落为台湾落魄小书生，那还是要来光宗耀祖寻根一下。那我们今天就从兵马俑开始，先看一下这个秦始皇万帝之祖，千古第一帝，走啦。其实，在俑坑的侧边，我们还能看到拍士兵是面朝我们这个方向去站的，这个就是侧翼。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战法到现在还是有，到现在我们其实还是在沿用的，以火力扫荡嘛。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俑坑内部呈现的军阵，四面八方它都有士兵骑士来去抵御各个方向敌人的这个进攻。白颜色箱子的这个区域，这个那是在修复中。是的，所以你们现在还在弄？是的，右后方那边有那个工作人员还在弄。哇，这是藏跟我们遗址类博物馆的这个魅力所在。真的，而且这个很有意思，因为秦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做俑？是因为秦人他是受商文化影响比较深，喜欢人殉，但后来才把人殉改了，以人俑代人殉，所以他为什么爱建坑就这样。为什么他们都是无头的？有一句话叫天塌下来各自靠着顶，而且其实头都是被砸得稀碎，所以它都是一块一块拼起来。所以我们在第一坑的时候，我才在那边赞叹，哇，这能拼起来真了不起，因为它很多碎片就这么小对，然后面部一块一块组上去，而且它有8大形制，但是其实细节都不一样，对，因为都是手捏的嘛，全手工制作，所以不要说中国只是基建狂魔，我告诉大家，中国还是手工狂魔。2号坑是一个多兵种联合作业，是一个复合型的军然后农民就是在这个田土的更上面种田，种不了田。因为它的土壤不够肥沃，所以村民会选择把墓穴选址埋在这个地方。哦，所以风水是有道理的。对，因为这个地方墓穴风水好，但是种田风水不好，因为这里没办法种田。看到这一件，哇，好帅啊！上方头挽发髻，那么下方我们会看到他的脸型是宽额阔腮，眉骨和颧骨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我们说其实也是比较符合看到关中人或
西北人长相的一种形象。这个兵马俑的每个细节，包含甲片怎么去排列，胸甲这个部分上面叠着下面，腰带以下它要倒过来，这样他抬腿啊，或者是他要动的时候它不会卡住。然后为什么贵社俑它完整度很高呢？因为它跪下来嘛，1.3米左右，上面那些1.8米的大个子，人均路易16，头都被干掉了，而它是完整的，因为根本顶着。哎呀，还有颜色哎，这个是它原本漆。是的，是的，哎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它彩绘的保留。哎呦，太屌了吧！而且我觉得最细的，它的鞋子它有防滑设置。哦，我的天啊，太传神了吧，真了不起！哇塞，太强！这个马它没有马凳，还没出来。对，马凳要到500多年之后的西晋普遍谱。是，所以我们想这个时候骑人的骑射难度是非常大。匈奴人是没马凳。草原民族普遍开始用马凳，要到这个突厥人之后，马凳用的最好的是蒙古人。所以蒙古人战力非常恐怖，除了挥剑，它是可以射箭。所以蒙古人起码他是这样，他踩在那，然后这样，他上身是平的。绿色有，很多人都喜欢模仿一下他的姿势。弩其实杀伤力很强，所以他没有射出来一定往下。就像我们当兵的枪口一律要朝上，因为会走火，弩也是会松脱，那你这前面一圈就没了。兵马俑我们基本上全部都看完。老实讲，你真要我看，我就可以看3天。然后我们遇到一个超棒的导游小姐姐，她讲的真的很细致。那我觉得来看兵马俑的重点是，你真的可以体会到2000年前的秦朝秦始皇，他到底是如此的强大跟强盛。在当年啊，要建造这些兵马俑，他是没有任何的现代化的工具的，他用的就是手制的工具。古人的智慧真的是了不起啊！所以看到秦人他们如此的强大，你要说那感觉是我们的祖先真了不起。诸位欢迎来到大秦历燕。大秦历燕得名于秦，大秦历燕有姜、香、和、秦4片铸成，请诸位品鉴。烧明于天，吉寿永长，看燕。这真的好吃，大家辛苦喽，最辛苦了，来，感谢老板一直帮我们赚钱。纵观华清宫的历史呢，周秦汉唐历代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这里作为唐玄宗他最爱的一个行宫，来过的次数啊，贯穿他整个执政的时期，所以有着第2长安之称。我们湖岸的位置可以看到一处长生殿，它就是沿用唐代时期的一个称法。它原来的位置是在这座骊山之上的。那最早其实相传在公元751年的时候，唐玄宗和杨玉环是在长生殿前相依盟誓，愿生生世世永做夫妻。不过很有趣的是，很多人不知道唐玄宗其实跟杨贵妃差很多岁。这开始其实是玄宗皇帝他最爱的一个武惠妃病逝了，一时间是宫中没有一人能够得到称心，所以他身边的高力士宦官后来就推荐杨玉环。在这迎入宫中之前，他其实是当过一段时间的道士，因为当时是寿王妃，你必须先晋升嘛，不然就变成爸爸娶媳妇，他算是一种过渡吧。而且其实也有一个简单的讲法啦，如果他日后有皇室的话，那就是皇室算谁的？因为古人其实很会算日期，像那个最有名的《甄嬛传》里面说他生的是14阿哥的那个更鬼扯，因为算日子就知道了。您刚提到的《甄嬛传》当中的这有一位果亲王云里嘛，他其实也写过华清宫相关的一些碑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果亲王宝。而且郡王还给他降格了，亲王还比较大。大家觉得有趣的地方是，这里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地方。对，其实西安事变也是个爱情故事啊，各位。这是敢说的吗？老蒋跟蒋夫人还有张学良之间的三角问题，在当年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因为那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被关了很久嘛，放的时候去美国，后来蒋夫人走了，那时候中研院进士所一直想要去问张学良说，你到底当年发生什么事情？张学良就讲，蒋先生没说，蒋夫人没说，我也不会说，所以从此就不知道他们当时到底最后是怎么谈判的了。现在这一片区域呢，是我们的玉汤遗址博物馆。那这个雕像呢，是杨玉环，中国4大美女之一。其他朝代相比，女性那个时候最为开放，地位也比较高，当然也主要是上层女性了哈。甚至当官啊，像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公主，她一度呢想当皇太妹。父亲、母亲，还有2个哥哥，都是皇帝。现在就连我的侄儿也做了皇帝。作为大唐独一无二的大长公主，
怎么就不可以？当然后来失败了，因为后来太平公主跟玄宗把韦后斗垮之后，没有共同敌人。那睿宗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儿子就斗垮了姑姑吧。那这种故事在整个唐朝前期那是反复发生了，因为从太宗开始就放了一个坏例子。这是温泉欸，滑滑的，哇，超赞！这个其实就是唐代留下来的。那下面那个砖就是唐代的。82年考古发掘，建成的时间呢是公元644年，正是唐太宗的浴汤。它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大的一处皇家沐浴汤池，面积有足足100多平方米。这个位置是太宗汤池旁边的一个御书亭，这里曾经立了一块碑石。温泉迷，他是当时呢太宗呢患有这个风湿疾病的，他得到了骊山温泉的疗愈，他就赞颂骊山温泉日月而同流，赞颂温泉水是金浆玉液，可以怡神祝寿。但很遗憾的是，碑石呢丢失了，碑石的拓片却被一个法国人后来买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他的沐浴汤池，我们称之为莲花汤。可以看到还有那个柱子对以及，我们是通过这个柱子来判断它的整个御殿的建筑面积的。这里可以看到2处柱子，分为内外殿的。那外层可以看到一些莲花形柱础。玄宗希望在此呢是能够羽化成仙、长生不老的。而莲花底下的造型可以看到8角，8个角它其实对应的是这个道教当中的8极，指的是方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根据柱子的大小，大致推算当时的柱子有7、8米，对御殿建筑算下来差不多有400多平米。它只是供皇帝一人去使用。然后侧面它是一个排水的位置，它其实通向的是哪儿呢？就是杨玉环的汤池。所以仅仅只是一个沐浴宫殿就已经这么大，我们可以足以去想象当时整个华清宫它的一个盛况。近代史上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西安事变了。五间厅是当时蒋介石下榻之所，就在这个还原之内发生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当时蒋介石是从这个房间后窗的位置到骊山之上。当时蒋介石来到了西安视察，结果杨虎城的西北军兵变，他说翻墙逃。那时候我们以前学说老蒋跑到骊山上，他现在看懂了，他就真的住在骊山脚下。然后他打的时候，他就翻了这个后窗跑出去了。哇塞，太酷了！现在依然可以看到当时激战留下的弹痕。这个嘛，从小读书讲的东西竟然是这个。当时随蒋的侍卫后来是有18人被击毙在这里，而且是清军哦，所以老蒋其实蛮生气，所以后来就关了张学良，关了一辈子。这个也是嘛，有一些啊，他是被游客越抓越大了，因为人类就是有洞就想钻洞。今天呢，来到了大慈恩寺哦，它最有名的是这个大雁塔，更有名的是这个寺最初的主人就是唐三藏法师。因为我是黑手号悟空的玩家，来到这里有种特别的感觉。大雁塔是长安最高楼，当时在唐代已经是摩天大厦了，可能大家现在站到塔底下看，它也是非常高的。唐僧在这边讲了21年的法，其实法相宗后来在中国不是很兴盛，太难了，很多太难了，就传了3代，然后基本上就没有流传下去了。现在看到的大雁塔高64.5米，相当于我们现在建筑房屋21层楼那么高。最早玄奘法师是唐永徽3年，公元652年所设计和参与修建了这座大雁塔，而最初的大雁塔只有30-40年，因为里面是用土堆的，土里面有种子，而种子长起来直接将第1代的大雁塔就给撑爆了。而在武则天长安年间，命人重新修建了这座大雁塔，并加高为了10层，因为古代的皇帝自称为95之尊，而一代女皇武则天希望她比那些之前的皇帝都要优秀，所以把它改为了偶数层。而唐代的进士登塔之后啊，写下了一首诗：10层突兀在虚空，40门开面面风。当时已经有80多米啊，比我们现在看到大雁塔还要高。而到了唐代末期，因为战乱，上面的3层逐渐被损毁，然后到了5代时期，鹌鹑坝重修了这座大雁塔，最后把它定格为了7层，印证了佛教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而我们现在看到外表的这层砖啊，是明代时期为了保护大雁塔当时的统治者所贴上去的，所以大雁塔现在也有一个别称，叫做唐新明表塔。而我们再看底下的底座是民国时期为了防止战乱给上面所加上去。而最早的大雁塔主要
要是甘当法师把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书经卷还有佛舍利存放起来。所以简单来说，它的初代功能其实是仓库。对，就是藏经的一个30老明经，50少进士。我们常熟知的一首诗，孟郊写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当时的他已经47岁了，但是大雁塔有一位特别了不起的人，唐代的著名大诗人白居易，他27岁时便高中进士，登塔留名之后，还在大雁塔留了一句诗：“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上。”所以文人墨客纷纷效仿，并把雁塔题名视为人生中的一大荣耀之一。就到今天的成语，雁塔题名还是指考高考、国考。如果你考好了，可以用雁塔题名。白居易当时不是还有人家说长安居不易，因为长安的房价比较贵，白居不易。我们准备挑战21层楼，哇，一层就这么美，天哪，每一层都不一样，真的超美的。你看他们有刻意要求，旁边建筑不能太高。西安它对建筑物的高度是非常严谨的在控制的，高层它的颜色你会发现都是土黄色，它这个颜色就是借鉴了黄土高坡的颜色来，拉色调维持一致。既见未来，为何不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玄奘三藏院的光明堂，然后这边就是玄奘法师的一个取经路线图，红线就是他取经时候的路线，而虚线的就是他回国时候的一个路线，总共用了17年，28岁去，45岁归国。真实的经书就类似于这个展规里叫《贝叶经》，其实是刻在树叶之上，藏法师从他出生到取经的一个经历，跟《西游记》里演到的不一样，不是当时唐太宗李世民护送他出去，而是偷渡出去的。而在古印度汴京是非常残忍，汴京失败，轻则离开你的宗派，重则是要割掉舌头或者割下自己的头颅的。而当时18天内是没有任何人对玄奘法师提出疑问，证明玄奘法师对于佛教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看到大雁塔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直塔。当时80年代左右的时候，测量是大雁塔有偏斜了1005毫米。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开采地下水，所以我们现在在慢慢回填，基本上是1年能回填0.1毫米。1000年之后，如果大家还在的话，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就可以见证历史。这也太扯了！我们刚才听了一整个人生的经历，说实在的，我觉得不比《西游记》甚至可以说更精彩。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精神哦，真的是你会有一种被感动的感觉。他怎么可以这么的坚持，这么的努力？我特别要讲那个壁画呢，呈现的方式就跟我们在游戏当中看到的那个呈现方式是一样的，哇，真的很有感觉。我们今天来到了就是大唐不夜城了，刚开灯的大雁塔超正点，这是现在全中国最夯的大唐不夜城，而且上次中国中亚峰会就在这里办。临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情到随处作云西施。哥你好，哎，我是看你直播过来的。欢迎来西安啊！你好，你在西安念书吗？是。哦，是。再见哈，再见哈，再见哈。好，谢谢。我会吵他的耳朵。这个是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的2位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典故，叫做防谋杜断的一个主题群雕。难怪这个地方叫贞观文化广场。这2个宰相也是中国有名的宰相。有些产品的话，也是跟我们一些本土特色相结合，比如说推出了油泼辣子味的冰淇淋酸奶，感觉很酷啊。我口味很怪，有些暗黑料理那种感觉。哇，这个后面好辣呀，不是？山西人不吃辣，我吃酸菜。所以你们是山西太原。哦，省府。家里几栋房啊？不是，这样问错。家里几平方公里？家里有几个楼盘。今年大陆待第5趟嘛，吃过最难吃的绝对不是油泼辣子，是折耳根。那我们不能答问。贵州人只吃折耳根吗？不可能吧！早餐折耳根，中餐折耳根，晚餐折耳根，宵夜折耳根。他们直接洗完就可以吃。果然是贵州人。命比较贵，像我们这种比较低阶的没办法吃得起折耳根这种高级食材。告诉你不要点，不要点。谁跟我说啊？我们在这边不要还价。来自台湾的祝福，多吃点油泼辣子。谢谢。这个油泼辣子真的是很奇怪，在火枪中久久难以散去。所以我觉得要反向宣传。再来西安绝对不要点油泼辣子哦。你如果点油泼辣子的冰的话，就代表你可以尝试一下其他油泼辣子的。来大唐不夜城超级开心，然后又看到了不倒翁。
我觉得西安它把文化旅游跟现代生活全面结合，然后升级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哦，祖上还是阔过的啊，看看这一切，没有我们李世民，有你们的这文化可以享受吗？所以还是要多谢谢我们的祖上。虽然现在到了台湾没那么阔了，但是呢，很荣幸能够回到我们祖先光荣之地，而且遇到大家都超级友善的。说你台湾来，然后大家就觉得你很有趣，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来到西安，两岸一家亲，真的很好玩。欢迎啊！我们在后方看到的这些区域，全部都是我们的教池。我们的教池呢叫做土案教池。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工人师傅在教池内壁裱糊我们教泥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年都要清理教池，更换一次教皮泥。现在都用机器人，对，真的好现代化。我们叫中酒，头酒为酒，度数是在70度左右了。这有力哦。您看到的这一件陶制酒器叫做水鸟啄鱼蒜头壶，而更早的观桃园遗址则将宝鸡的农业发展是推至到了8000多年以前。夏商周时期，大禹治水后呢，是将天下划分为了9州，而雍州就是其中之一，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这一片土地。这里酿制出来的酒，统一是被称之为秦酒及秦饮。是您面前看到的这一件青铜器呢，叫做周公东征方鼎，鼎内就铸有了铭文，中间这2个白色字体便是秦饮2字。您可以了解到的一件器物叫做何尊，何以为尊，我有中国。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记载，周朝时期宴饮就是以编钟进行配乐的。它那个音阶跟我们那个不太一样。宝鸡其实是秦国的因为当初秦国被周朝打败，被迁到宝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它的国不成国，它只是一个部落，在周朝的下面养马嘛。对，他说秦德公，那这时候应该已经东周了吧？对，灯红酒绿，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古代时期出土的酒，它的颜色是呈绿色，是因为有铜离子吗？对，是。那么我们当时出土的这一件鎏金凤鸟铜钟内部呢，还是有26公斤2000多年前的西汉美酒。而且其实像青铜器的话，它本色其实是金色的，对，而且非常亮。这边呢，您看到的是丝绸之路，雍城呢也是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当中的凤翔驿站古称陇关道，这也是张骞出使西域经历了第一段为之而险阻的道路。唐代时期，凤翔当地的酒坊是达到48家以上。那么您面前看到的便是盛唐时期规模最大、酒品最佳的昌顺正酒坊，建立于唐初的618年，也是咱们公司前身。所以其实宝鸡或者是说我们在西凤这边的话，它的酿酒的工艺是非常成熟的，它才扩散出去。就咱们西凤酒的酿造工艺是称之为3000年无断代传承。哦，这个是咱们建厂初期的酒库，里面主要存的酒呢是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所以这个到现在还在现场。这边的话是57年的酒，哇，这更值钱了。57年的酒海及57年的原浆酒，这也是见证了咱们西凤酒的一个发展历史。这一件是我们的国家2级文物，是清光绪年间的老酒海，也是由咱们公司前身新盛生酒坊移交过来的。就这个西凤跟其他的酒不太一样，它更平易近人一点。哇，终于来到乾陵了，真的太开心了。课本里面的照片就长这样，尤其几年前终于知道自己真的是李唐王室的后代，所以今天到了祖宗的安眠的地方，做一个寻根的探访。当我们参观的这个墓室呢，它的全长有87米，最深处距离地面的那个垂直深度将近17米深的。最开始发掘的时候，就整个墓室里边都有壁画，拱形的这个呢叫过洞，这个就是陵墓里边象征性的一道大门头顶形的这个缺口呢叫天井，这个呢叫小龛，就它的作用呢就放置墓主人陪葬品的地方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分界处，发掘的时候这个墓室一半是空心的，一半就实心，顶部的这些壁画仅存的那点原始的壁画了。现在只要是能下到地底下的这个墓葬是已经被盗过了。我们看到这个呢，它就那一处盗洞口，当年在洞口的底下，专家有发现一具倒挂的尸骨，旁边散落的是一些金银珠宝，还有一把铁斧。根据那个铁斧上面的腐锈判断，就这个墓室被盗的时间唐代末年。我们看它打的位置就很准确，应该就是修建这个地宫的子孙后代给盗的。而且唐朝呢，他就把当年的修墓工匠给放走了，所以唐墓基本都被盗过了。那还得是我们李家宅心仁厚，宅心仁厚的后果就是被整肃。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地宫的最里边了，这里是卧室，这个呢叫石椁，差不多呢有40吨重。
金银珠宝就放在这个尸椁的里边，当时撬开了一道45公分的裂缝，所以当时清理的时候，就它里边放的金银珠宝都被盗走了。尸骨残骸呢，现在也没有了。他当时把永泰公主的尸身给丢到外面了，基本是为了盗取里边的那个金银珠宝。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顶部有许多这种小白色的圆点，这个就代表是星星，中间弯弯曲曲白色这个带子，它就是银河。这里画的其实是月亮，这个就是太阳，而这个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当然，我们下去永泰公主墓，墓穴17公尺，结果呢精准盗洞，这很有感受。乾陵景区入口，这些石刻呢，就武将使用的宝剑，但是您看他身上穿的这个服饰是宽袖长袍，这个在当时是文官的，等于把这个人美化了，说他文武双全，也就证明在武则天执政期间的官员都会是文武全才。因为当时武则天要掌控朝政，那在唐朝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阶级社会，大部分的官员都是世家大族出身。那这些世家大族彼此之间通婚联姻，然后跟皇室也联姻，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而且复杂的。所以他就要去提拔一些寒门的人，文举不够用武举。那为什么是殿试呢？我亲自跟你连线上了，等于说对你有不世之恩，来突破当时的一些权力的格局啊。无字碑，哇，他也不是真的无字，现在有字了。其实这些文字是在唐代之后，就是那些后人刻的。那有没有我们的刻字王乾隆皇？这上面没有他的字。哎，乾隆。没有，它的那个内容啊，大部分都是为游记。大明嘉靖4年6月上旬，陕西布政使陕西县父黄洞韩世启有此到此一游。这里边也有一些对武则天评价。我们知道历史上对武则天评价最多的是她好事做尽了，坏事做绝，两者做极致，褒贬不一。第一种没有刻字的说法，这通碑呢是武则天就是自己给她自己立的，她认为她是一个女人当皇帝就功德非常高大，文字没有办法去表达。第二种流传最广了，说武则天临终的时候有遗言，她的功过留给后人评说，这个是非常自信的一种表现。最后的一种说法说这通碑是武则天去世之后，她的儿子唐中宗李显给母亲立的，不知道称武则天是为大唐的皇后呢，还是后边大周的皇帝呢，所以就留下了这块无字碑。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明明是无字碑，大家争相留字，但是武则天最后是把帝号给去了，她等于把江山还是还给了李家了。这个其实很有意思，是双帝合葬还是帝后合葬？从形制上是帝后合葬，但是武则天确实在中国历史上改唐为周了，她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可磨灭。她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传奇的一位女性，嫁了2位皇帝，生了2位皇帝，自己呢还做女皇了。她享年的时候也高寿82岁了。那边是李治的碑，那块碑就是武则天给她的丈夫李治立的功德碑。刚才你们看到那个无字碑是一整块，但是李治的碑它是拼接的，由7节组成，也叫7节碑，5600多字的碑文。它那个碑文是武则天亲自撰写的。武则天的儿子中宗李显书单，当时字刻好之后，就它每一个字凹槽里边都填有金粉。哦，所以那块碑之前整个是金光闪闪的，但现在1000多年了，当年的风雨侵蚀，金粉就没有了，字迹呢也只剩下了2000多字了，好可惜。像那块碑开创了我们中国在帝王陵墓之前立功德碑的先例。后来明陵跟清陵最爱立这个，大家会怎么帮老爸写碑文？那可是绞尽脑汁，因为皇帝的功过应留与后人评说，你要对历史负责啊。我们正前方看到这个是主峰，这个是最高的，2位皇帝在主峰的里边埋着，就陵寝之地了。还有2座比较小的山峰就在我们的身后，你看一边一座，东西对峙了，就像是乾陵一道天然的大门。当乾陵地宫的入口在哪儿呢？就在面前这个山的半山腰。虽然说现在把地宫的入口找到了，但是后来是考虑到文物保护的问题，就有技术打开。像这个乾陵也是从来没有被盗掘成功过。古代十国的时候，当时有个陕西胶州节度使温涛，他是我们中国非常大的一位盗墓专家，盗墓都盗成专家了。他还出了一本书，叫《五代十国温涛传》，也相当于现在那个盗墓笔记。只要不要脸的话，就可以把专业发展出来。他那本书里边写了一句话：“唯乾陵风雨不可发。”毕竟是双帝之陵。金银珠的熏炉是一件汉代的香炉，炉盖上面前6个字写道：“内者未央上卧。”这是汉武帝时期未央宫中所使的陶器。武帝的未央宫中，对，是。哇塞，它的竹节共有5节，龙总共有9条，95至尊。对，所以我们是皇权的体现。我的妈呀！最前面4个人物
头像雕塑，分别是秦昭襄王、秦孝公、秦始皇和商鞅。马车右手边是一个钱币的形制，外圆内方，上面写了2个字“半两”。秦的半两钱的下面还有2个人，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右上方还写了3个字“郑国渠”。对，半两钱的话呢，是第一次呢把它铸成天圆地方的这个钱，影响形制非常大。最主要就是汉代五铢钱就照这个形制军哦。公元前202年，刘邦夺得天下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奉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就是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所以秦汉的这几百年，就是中华民族奋斗史的一个缩影。这些展示的都是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的内容。这是秦国商鞅变法，这个不能关。柜门是完全敞开，我们认为秦国改革就是这个样子，它是敞开门，全面的对旧制度的一次彻底的革新。那么它的改革必然是最成功的，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你看这个装置，它叫一天下，上方为圆形装置，下面为方形的垫子，天圆地方。而上方圆形装置上更多的是秦的一些制度和措施，这些制度措施是由上到下，寓意着从中央到地方，而中间这根立柱所展示的这些制度，就像是一根定海神针一样，扎在祖国的大地，推动祖国的一个社会发展。所以这个最近力度很深啊。这儿是秦汉时期治国的一个核心思想，上面所写内容都是秦的一些法律条文为主。第一列写的这句话：妻汉夫欧治之。说妻子非常彪悍，和自己的丈夫发生了争执，完了之后2人打起来了，结果是决其耳，弱折之指，问夫可论，给出了回答。当代除了头发之外的毛发都给刮掉，但是很重了，因为我们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尤其在古代这一时期的话，有一种人他是没有胡子的，太监，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是紫金。西安有很多次的出土，有一次重要发现是99年的时候，西安北郊一个砖厂里边，当时一次性出土219块，总重量达到了52116克，它的纯度达到95%以上，属于国家的1、2级的。95在古代已经是高级工艺，对，这个反而验证了在先秦或在汉代史书当中有大量的黄金这件事是真的，这个价值连城啊！现在金价这么贵，国家1、2级文物3年以上7年以下啊，国家文物不允许买卖啊，很行啊，不敢。然后这个视频叫做天人合一，哇塞，哇塞。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内容，我们每一幅动画都是有实际的文物存在的。哇塞！这边是文字从下到上，汉之前中国文字发展演进上升的过程。天花板上还有一句话：天下为公。千百年了，我们的书信也没有改变，天下为公。所以有时候看到中国那么丰富的历史啊，对，就当个中国人是很幸福的。对，是非常非常幸福的。我们今天呢，把整个博物馆全部逛完了，有灿烂的历史跟文明的底蕴呢，就会有个自信的民族啊。西方历史的源头已经是中国进入璀璨文明的时刻，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真的是以祖先为荣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的骄傲感，不应该被今天在台海上面的局势被民进党政府给阻断。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份真实带回台湾，让台湾每一个人能够以祖先的荣耀为荣，见证新时代的变化，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真正的做到以天下为公，以民族为自信，以自己的文化为底蕴，迈向全世界，走向更开阔的未来。汉景帝杨陵博物院，咱们展柜里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帝陵周边发现的一些建筑型的构件。工作里人员的主要构成呢，叫刑土。我们在陵园的外围发现了修陵的刑土的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线描图，他们的骸骨就是直接放在这个墓坑里的，然后他们身上还带着刑具。哇，到死还不得解脱啊！对，汉代帝陵的一个基本形制，皇帝和皇后同营一血，封土这么完整啊。它的高度其实经过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可能是有影响的。但是因为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皇帝陵的保护，所以它的外观上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哇，这砖也修得太好了，2000多年前的砖哎，这龙也画得太可爱了吧，很有现代人的美感，可以做周边了。从侧面看，其实能看到它是空心的哦，它要减重嘛，减少成本，同时踏步消音。6处基本上在我们博物馆里都能看到。它这做的好可爱哦，而且其实蛮像的。上面这个我们一般称它为小猪的一家，但其实小猪放在这儿不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小猪可爱，是因为汉代人优先吃小猪。狗也是一种粮食，它也有吃小狗的原则。汉代人的饮食是这样。今天我们不提倡，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狗长得超像猪的，它喂的比较壮实。神隐上里面的经典台词：爸爸妈妈不能吃太胖，会被杀掉。它都没有破损。您看我们坑到的照片，其实很多保存的是非常完好的。我们离渭河很近，渭河的它有时候这个水漫到2
两岸之后，会带着那个淤泥直接涌进地下的这个结构里，所以很多淤泥是在那个木果箱垮塌之前，淤泥就填充了进去，反而保护了它们的完整性。我们这个展柜中的文物都非常小，比如说这个放大镜下面的就是印章。他做那么小要干嘛？因为是随葬的，他要节省成本。因为当时文帝、景帝、西汉这几位皇帝都会觉得给活人用的东西才比较重要，工匠的能力我们是想象不到有多高超的。没有胳膊的裸身陶俑，这个手是他本来就没有，他原先是做了木质的胳膊，就是为了节省成本。但是木胳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雕刻出任意的形状。然后他身上为什么什么都没穿？因为原先他穿的是丝麻质地的外袍，但是腐烂了，生殖器比较特殊。宦官嘛，这留一根。是的，虽然在衣服下，但是它仍然做得很写实。这样就知道宦官到底是清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东西它也有一个发展史，就是关于清哪里。最早的话，它是还留一点点让它排，后来就直接用管子了。也是各种这个宫廷事件的经验总结。说出你们知道的故事。小姐姐很懂。这个呢是鎏金铜灸杖手，它其实通俗一点说就是汉代的老年证，政府会给70岁以上的老人颁发这个灸杖手，然后装在那个拐棍上。这个就是我们镇馆之宝啊，珊珊。为什么叫珊珊？武帝的怀念李夫人那一段里，他不是招了方士招魂吗？他说：“哎呀，何其偏姗姗来迟也！你怎么才来呀？我都这么想你了。”我们刚才在陈列馆里看到的各种陶俑、容器、陶制的器物，都是在这些坑道里进行发掘提取的。它的陶俑数量就比较多。这么多，景帝是很懂享受的人，他爱下棋，爱吃美食，爱美人。讲白了，他是个纨绔子弟。今天呢，到了西汉帝陵当中的阳陵哦，就是汉朝第4代的皇帝啊，汉景帝陵啊。我发现陕西人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对先祖非常的崇敬，心存对天地万物生灵的自发而然的一种敬畏之心，也是一种对于土地思怀之情哦，所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很多人说他陵园无聊，其实没有。反而当你到了这里呢，你看他们抓出了这些陪葬品、这些文化的东西的时候，你反而会有更加的一种崇敬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到了今天，中华儿女的那一种对于先人法祖敬宗的精神，一个对于历史先人啊有所崇敬、有所记录的，那这个民族必将是伟大的。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它必将是粗浅跟残暴的。所以我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必然伟大的复兴。今天呢，来到了小雁塔，而在它的旁边，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拜访的西安博物院，据说展品非常非常丰富。那我们等一下就继续一瞧吧。我们现在脚下的这片土地，如果回到1300年前。这里就是当时唐代长安城的市中心。我们刚才下车的时候应该有看到，这是4车道宽的一条街道。但是在唐代的时候，这条街道它的宽度大约应该在127米左右，相当于36个机动车道的宽度。陕西省它处于中国的一个中心位置，它历史上是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在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西安地区的一个建都年表。那么这个建筑群里面最著名的就是阿房宫，它的著名呢也是因为唐代的一个诗人杜牧所写了一篇文章叫《阿房宫赋》。进行系统性考古发现，只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前殿地基，什么也没发现，它没有被火烧过的痕迹，也没有任何建筑的痕迹。阿房宫它在秦代应该没有建成。西安的这片土地上，它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的数量是很多的。像这一件呢，它是我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重量大约是85公斤。你吸出来说这个鼎很大，而且相当完整哦，这都是食品，都是OK， 我们现在展出的所有的文物都是原物，都是霸气。我们博物院目前收藏文物是11万多件，但是目前所有的展厅加起来展出的文物可能就是2000件左右。这件玉杯应该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件文物。我这个玉杯完全没有碎裂，真的很厉害。目前全国同级别的这样一个玉杯大概只有5件左右。它周围的2件是战国时期当时秦国所铸造的金饰件。战国时期的秦国，它在黄金的冶炼和铸造工艺上已经有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带大家看一下。西汉的，对，就是西汉的。因为我昨天在秦汉馆看过，秦汉和这个是一组哦，这个跟秦汉馆是一组哦。当时一共出土了219枚，这个其实反复的验证一个是西汉多金是真的，所以真的拿去墓葬用光了。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那件金龙，唐代的鎏金藻龙，哇，这个在全国也是很难见的。中间这件叫鎏金凤鸟铜钟，它最震撼的就是当时出了2件，另外一件里面装着酒，应该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唐三彩的类型当中飞马的题材
彩。这匹马可以说是一匹典型的唐马，而且它的马明显比人高大，秦马这比人还矮，所以说当时的宫廷御马它应该是和汗血宝马去杂交的，是当时的顶级马种。蓝釉叠彩骡这件绣它最特殊的其实就是题材，因为三彩马包括三彩骆驼它的种类比较常见，但是三彩骡子其实很少见。怎么知道它是骡子？因为骡子是作为驮畜，驮在后的，马是骑畜。这一件三彩马超明显差异。这一组是一组明代的一组陶俑，这个是原件，对原件。哦，对我不应该再问这个问题，他们全部都是原件，他们不屑展示复制件，真的都展示不完。而且我必须说哦，到了明朝的工艺真的是厉害，它可以烧得非常的细，因为它控温、釉彩各个工艺，说实在是远超唐汉。像我旁边看到的这几棵槐树，它和小雁塔是同龄的，1300年的历史。小雁塔到了，基本完整的看。这个时间看超正点呢，因为我们前几天去了大雁塔嘛，虽然叫大雁塔跟小雁塔，小雁塔其实更加的市中心。就它的位阶来说，小雁塔在政治的地位上更重要，因为小雁塔其实是官方的皇帝建给另外一个皇帝祈福的寺庙，这种大型宫殿柱子，这动辄都几百年到上千年吧。对，因为它在库房不太好存放。然后在台湾，这个就古迹，要圈一圈起来，要加个牌子公告。这儿只是一小部分，太奢华了。西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城门呢，它就是永宁门，取的是永保安宁的意思。然后吊桥的话，它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军事防御所用的。以前古代打仗的话，第一道防线的话就是护城河，让淹死。大家知道古代尤其内陆地区哦，会游泳人其实不多。对，而且北方人会游泳真的少，因为如果真的跳到黄河呢，不是洗不清的问题，是你被冲走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吊桥和这个闸楼，当时重建的时候这个碑记，哇，是日本人原件。是的，所以这个很讽刺啊。90年代中日关系可是非常好，哇。好壮观哦！整个楼体它是偏白一些的砖石，下方的墙体是偏灰色一些。这个是因为上方所有白色的楼体建筑，它是在1926年西安本地的这个二胡守长安战争当中毁掉的，所以上方所有的白色的这个部分都是14年做的一个保护工程。红色的位置都是当时射箭的箭窗，白色和灰色交界处，明朝的砖会多一些。它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当时80年代的时候包的砖，但现在还找得到唐砖吗？很少。至少这个立面是找不到。对，是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唐代的土是在这个立面的里面，所以在这边的话只有夯土。对，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唐朝的拍摄，唐代的城墙都是包砖的，但是唐代很多城墙其实是夯土，只有在重要的设施它才包砖。是的，唐朝和明朝最大的区别是它的燃料不同。整个现在西安城墙是13.74公里，这个长度如果是要全部用木炭去烧制成砖的话，代价非常大。随着宋代之后火药的引进，所以城墙的需求越来越高。是的，第一道防线就是护城河，第二道防线呢就是箭楼和越城组合在一起的。我们现在来的这个位置呢是瓮城，这个是古代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瓮中捉鳖就是讲这个。是的，没错，士兵在上面一圈射箭，这个地方是完全一个天然的屏障，因为两边的楼梯是没有的。那是现代修的。当时士兵上城墙的话，像这样的楼梯，它是在城墙的内侧，叫做登城踏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安上门，然后整个大规模的108坊是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这个规模。明朝时期的西安府城是在图上当中黄色这一个线的位置，然后朝西的这一段和南边的这一段都是唐代的，然后往外延伸的这个部分就是明代的时候修的。很多人觉得皇城就住皇帝，不对，是政府机关在这里。这一区主要就是达官显贵住的地方，所以东市它的东西很贵，那西市因为丝路进来之后到的西市，所以西市它的东西是很丰富，所以一般老百姓喜欢到西市去。另外到了宫城，其实才是所谓皇帝居住的地方，真正皇帝的后宫会到这边。这个大明宫是他很多时候在休憩的地方。对对，大明宫是唐中期的一个宫殿。除了大雁塔、小雁塔之外，很多都是随便画的啊，是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37公里周长的这个长安城的图，已经是当时唐朝时期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建筑了。对，你还有一个梗没有跟我讲，明朝的砖，有一些砖上它是有一些泛白的物质，这个有一点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城砖，对，它其实是因为两个砖之间的粘合剂。然后80年代的砖，其实它上面是有刻字的，集邮，这个是官方的，不官方的不支持啊。第一次来到城墙的上面，蛮震撼，因为在
台湾没有什么大城墙，台湾的这个城呢，主要是城门，旁边的城墙早期都是用藤蔓、竹篱笆去建造，是后来治理深化之后才开始盖城墙。然后这个城墙的大小呢，也非常的小。你好，你好，你好，我见中文，记得你们都会讲中文？他们不是他们。哦，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ur political is very bad right now. Yeah. You have a lot of problem. Yes. You face a lot of the pressure from Europe, United States, Russia. Yes, it's true. It's true. We are brother country, right? Yeah. Yes. I think the Turkey and China is a very good friend in the history. Yes.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算是针对历史古都的一次导览，因为整个中国最有历史气息的，真的就是西安。作为李唐王室的后代，其实来到了这边算是一种寻根，特别有感觉。尤其在今天，我们也知道中日现在闹得不可开交，更可以深刻的感受到，在厚重的历史积累之下，为什么每一个中华儿女，每一位中国人都对自己有这种强大的一个历史使命感？因为祖先留给我们的真的是很多，而当代中国，我认为不仅没有抛诸脑后，还承接了，并且壮大、繁盛了。那我们应该要担负起传递资讯的使命，让台湾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大陆这边的一个实际的状况。我相信两岸的有志之士一定可以让两岸未来越来越好，也可以让两岸被民进党阻断的讯息的茧房，终有一天会被打破。我会继续的来努力，继续的来传递更多真相、更多的资讯，也带来更多我们文化历史之美。我们这一趟西安行终于是告了最后一个段落了。明天早上4点起床，5点到机场，7点起飞就回到台湾了。说实在有点依依不舍，因为这几天感受到了陕西浓浓的人情味。这么多趟下来，真的深受本地的照顾，很感谢在本地的伙伴、好朋友、长官的支持，让我们这一次真的是满载而归。说真的，在西安感受最深的就是浓厚的历史底蕴。西安人真的可以昂首阔步、抬头挺胸的说祖上阔过，真的非常多的积累。但是当代的西安依然是同等精彩。我们今天也去了西安现在时下最夯的赛格广场，逛了一圈，但它的物价真的没有比较便宜，真的跟台北也是相差无几，而且所有的一线品牌甚至比台北选的还要再多元。所以当代西安的活力，古代西安的稳健厚重串在一起，有一种古今交织之感，就像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的那种感觉，这在我们其他城市里面的感受都还没那么深刻，那真的是依依不舍。所以也跟我们本地的朋友都约了，明年一定要再来西安，再来陕西，来跟大家来相见。最后，虽然西安跟台北相距了1600公里，但是我总觉得台湾人最缺少祖宗留给我们强而有力的文化 DNA。其实真的到西安、到陕西，你会打了一剂非常强大的补给针，此行真可抬头挺胸说不虚此行啊！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